大家好，这期视频咱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经常看见的开源软件和闭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开源就是开放源代码的意思，这个源代码对于我们的程序、软件、游戏来说，就像盖房子的施工图一样，或者是我们做菜的菜谱一样。就像我们自己研究了一道全新的菜清水豆腐，非常的激动，迫不及待的想和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就把这道菜的菜谱放到了网上，按照菜谱的做法，大家都能品尝到清水豆腐。但没过多久，有些小伙伴觉得不太适合自己的口味，然后基于这道菜谱做了一些调整。小明给菜谱增加了盐，小芳给这道菜谱增加了小葱、生姜、盐，小兵把菜谱改成了卤肉水煮豆腐。最后又有了3道新菜：盐水豆腐、香葱豆腐、豆腐卤肉。像这种把菜谱分享出来，供大家自由使用、学习、修改、分享，就是我们说的开源。比如手机的安卓系统就是开源的，安卓就是清水豆腐，然后华为、小米、OPPO 对安卓进行修改完善，有了自己的 EMUI、MIUI、ColorOS，包括我们使用的浏览器也都是这样的。同样的，我们又研究出来一道菜芝士火锅，但这一次我们没有把这道菜的菜谱分享出来，想吃的话可以来这里吃，但菜谱绝不外传。这种没分享菜谱或者说没有开放源代码，就是我们说的闭源。比如我们用的 Windows、苹果手机的 iOS 以及我们用的很多软件 Office、PS 都是闭源的。那这里再补充一点，在生活中我们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声明，就像我们把清水豆腐菜谱分享出来一样，保险起见需要声明一下，大家怎么用都可以，但我们不承担使用后的风险，所以也会有各种开源协议，比如 GPL、BSD 等等。不同的协议也有不同的特点，像安卓就是 GPL 协议，当我们基于安卓开发出 EMUI、MIUI 的时候，那新开发的系统也需要遵循 GPL 协议进行开源。那我们假设安卓采用的是 BSD 协议，我们要是基于安卓开发了一个支持 OS， 支持 OS 可以开源也可以不开源，根据这个 BSD 协议，可能我们只需要在支持 OS 里面保留原作者的信息即可，这些就是我们说的开源协议。但各种开源协议更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在我的网站或者微信回复 OS 看到。